师傅，我还想问一下，就说那刚才您说的是，就是如果人把80心禅打开以后，就里面什么都会有嘛？那我的感觉就是，那就不需要再看书了，是吧？就那光打坐就可以。因为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说，还需要看书啊。所谓的看书，只是丰富你的语言，结合这个时代的语言。你比如释迦牟尼佛是有大智慧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他没有学习这个时代的语言，比如说电脑啊，什么 DNA 啊，他可能不知道的。但是他由于内在具足的智慧，他一听一遍，来到这个环境，他马上就学会现代的语言的、现代的这个手法。所以，即便是一个开悟的禅师，他有了大智慧，有了根本智慧，他还要不要学习世间这些知识呢？他不需要刻意学，到了现场很快就会了。到了现场很快，我们用3天的学，人家可能3分钟就学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学会了融入的功能。你比如说，你们现在把你们的磁场放松打开，接受我的磁场过去，或者说你的磁场能够过来，你融为一体了，我这个里面所有的信息就拷贝过去了，你们就有了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，就是佛教里面有一个禅师，他有一天他想问这个唐宋元明清的这个历史怎么演变的，唐朝的宫廷怎么演变，宋朝的宫廷怎么演变，那么明朝的宫廷怎么演变？这个和尚问这个大树，这个大树已经经历了唐宋元明清了，这个和尚他还没有经历唐宋元明清，但是有一定的禅定功夫了，但他还没有大彻大悟，他已经学会了和这个万物对话了，他已经能够把自己部分的融入到他里面和他对话了。他就问这个大树，他就问这个唐宋元明清的宫廷怎么政变的。这个大树就给他讲唐朝的历史、宋朝的历史、明朝的历史。讲完了以后，他也就出定了。他出定了，他刚才是入定和他交流，不是说用头脑和他交流，他是入定和他交流。然后出完定了以后，他就给你们讲唐宋元明清。那你们就会问师傅，你也没学过唐宋元明清的历史，你也没经历，你怎么会呀？他说我刚才学会拷贝了，复制过来的。因为这个树长在这个皇宫里面，经历了多少朝代的宫廷的演变呢？他听到了，他都看到了，都撸到了呢。万物都有这个收撸，收撸这个法的功能呢。这个树也是这样的。所以，当你们这个禅定功夫有一定的高度的话，你们就学会和外形融为一体。当然这个时候你有的功能绕过外形来，直接和第一手材料和释迦牟尼佛融为一体的，因此你不可能直接绕开这个中转站，因为他是佛的势力，他是佛的化身，他是佛的代表，他是佛的秘书，他打着佛的幌子出来说话，你绕不开他。只有你和他多次接触以后，你慢慢可以会绕开他，直接和第一手材料，就是相当于现在你们这个充电是需要跑到电厂去充电的，你们房间里面就有个插座，名师就是插座，这个插座它就和电源融为一体的。你现在不可能，你说我不喜欢这个插座，我跑到电源里面接通，你能够和这个插座接通，就意味着你有一天你就会变成插座，这个插座就和电源是融为一体的。但是第一步你必须先融入插座，之后你就是插座了，你就直接和电源接通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既是源头又是中转站，但是看我们什么阶段是中转站，什么阶段是这个源头的。因为修行为什么要分这个次第的？比如说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第一重定、第二重定、第三重定，叫做四禅，8个定，还要分这个第一重天、第二重天、第四重天、第五重天，一直到33重天。为什么果位还要分罗汉？罗汉的发愿分4个级别的罗汉。你说菩萨为什么还要分10个级别的菩萨？佛还要分3个层次的佛呢？当然，我们最终是讲的是究竟的。我们今天是讲的究竟的。不究竟的过程我们也讲了，究竟的这个结果我们也讲。
那么我们这个身心呢，它就是和道链接的一个载体，就是道的一个代言人、一个传递者。因为道它是没办法和我们这个万物和我们人呢直接交流，只是某一个悟道的人和道它先融为一体的，他就是道的代言人，或者说道的化身。你比如说我现在学会了儒，和老子融为一体的，你们所有这个修道的这个不明白的，直接问我了。如果我没有和老子融进去，我只是学的老子《道德经》的理论，那你说我融入没有？错了，我也融入了，只是不同层次的融入。我把《道德经》会背的，我最起码我知识层面能够满足你，这个道的感觉、感受、体证、体悟，我没办法告诉你，只能说我的级别不够，是不是？而你们现在连道的5000言你们都不会背，都不理解，那更不用说你们抛弃理论，直接和道对接，那达不到的。所以佛家里面才讲，见地是修行的根本和开始，是见地，也就是认识。你认识有多高，你的果位将来有多高；你认识有多广，你的果位将来有多广，你的格局就会有多大。第一个阶段，你的认识之后，你不能马上就会受用。第一个阶段的认识，知识就是知识，理论就是理论，它代表它的功夫。当你达到一定的层面的，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，超越了身心，进入了灵的这个阶段，你悟到的理论马上变成功夫。你有了1分的功夫，马上就开1分的智慧，就是理论和功夫不二，他们是1，不是2。当你达到灵界以下，身心这个知识就是知识，理论就是理论，他们是不可能知识和理论合二为一的。只有到达灵的这个层面，见地就是功夫，功夫就是见地。因为这个时候的见地，它是超越头脑以外独立存在的智慧。独立存在的智慧，因为这个智慧它是功夫，因为智慧是从你刚才讲里面出来的，知识从外面听的、看的、思考的、琢磨的，受到你们启发的，